从医20年，我刻苦钻研，救死扶伤。然而就因为趁着休息时间艾灸治疗，被病患家属联名举报。作为医生，竟然旷工享受，太没有责任心了。你哪来的休息日？医生休息了，病人怎么办？没医德。还中医科主任，不就是个江湖骗子？这种人根本不配当医生。病患得知后，纷纷要我退钱，结果我被迫辞职。可几个月后，这群病患家属集体找到我。叶大夫，求求您回来吧！我被举报了，10个患者家属联名投诉我不负责任，要求医院立刻撤掉我主任位置和从业资格。院长把这件事告诉我时，我如遭雷劈。病患家属态度非常强硬，还说如果医院不满足他们的要求，就要投诉到卫生局开惩戒会。闻言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然而院长不仅没有宽慰我，还数落起了我。叶大夫，你是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。你们科室营收基本为零不说，病患关系还搞得这么紧张，这不就是你的问题吗？听到这样的话，我气不打一处来。我让病人花最少的钱治好病，却变成我的问题。我正欲反驳，院长不耐烦地说道：“行了，你回去等医院通知吧。”从院长办公室出来后，我肝火郁结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。医院将我拉到投诉组工作群，希望我能亲自解决这件事。各位家属，自本人成为一名中医大夫后，坚持将患者健康放在首位，不敢说肝倒涂地，但也算劳心劳肺。如果大家觉得我在治疗过程中有什么疏忽，完全可以跟我当面沟通。无端的误解与指控，真的会寒了医护工作者的心。几分钟后，有人开始回复：误解，我们对你的指控句句属实。当初听说你能治疗高血压与肿瘤，我们慕名而来，谁知道你就是随便看看，然后开点药。更过分的是，我们这次大老远复查，你自己跑去做艾灸治疗，你知道我们的时间多宝贵吗？因为你，我们闭店一天得少赚多少钱？说完，还在群里还晒出他们的车票、旅店费用、吃饭费用等等，一连串毫不客气的质问，让我当场愣住。明明我已经提前通知，而且是他们搞错复诊日子，我做梦没想到他们会因为这个原因投诉我。于是我耐着性子回复：韩太太，护士已提前通知你，当天是休息日，肩周炎、腰肌劳损是我的职业病，艾灸治疗利用的也是我的休息日，并没有影响到工作。休息日？你是我老公的主治医生，病患就是你的上帝，你给我们治病，赚我们的钱，就该24小时待命。其他家属也陆陆续续出来附和。我赞成韩太太的话，医者仁心，当医生就该有服务意识，如果没有奉献精神，还当什么医生啊？听到这，我压抑着心中的怒火给出了解释。各位家属，我是医生，不是服务员。我身体不舒服，精气神不足，会影响看病质量。如果我真的消极怠工，大可以减少病人数量，坐在办公室喝茶。得了吧，说的冠冕堂皇，还不是为了钱？谁不知道你今年刚刚升职当主任，拥有中药采购权，病人多才能消耗中药，还不知道在里面吃多少回扣呢？中药质量把控都是我一手操持的。问一线药农拿货，走质不走量。我时常跑乡下看中药生长环境，还得倒贴邮费。手机24小时开机，随时应付突发状况。我累死累活就图药农手里那点中药的负回扣。然而病患家属对我的抨击还在持续。中医大夫不用给医院创营收，是少，还不用上夜班。你一升职就整幺蛾子旷工，心术不正。就是你想赚钱，也别耽误治病。这年头，谁还来看中医治病？我们来找你是你的福气，你竟然这么对待我们，没医德，赶紧滚！我被气到浑身发抖。如果我想赚钱，早就进私人诊所了。私人诊所给我开3倍的薪水，想挖我过去当门面，我拒绝了。不就是为了患者能享受国家政策补助，便宜看病，看好病吗？此时一直没说话的梁护士实在看不下去，一直在群里没说话的梁护士实在看不下去了。叶大夫精力有限，相互体谅，好好沟通不行吗？再者说了，在叶大夫的治疗下，大家的病情是不是明显有好转？群里出现短暂的沉默。从业10几年来，只要我应下的病人，无论多重症，都能治好离开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这时一个家属发声说道：你治的都是小毛病，有什么值得炫耀的？随便一个医生都可以，跟你没啥关系。紧接着群里又是一片附和。说的一点没错，天天叫人控制饮食，我要能控制的了，我还生什么病啊？2副药吃完后就让忌口，然后就没后续治疗了。什么狗屁神医，真会搞噱头啊！此刻的我血压飙升，为了保证治疗效果，我会时不时要求病人反馈吃药前后状况，及时调整。可现在这群家属说，病患身体好转跟我没任何关系。既然大家觉得病患痊愈靠自己，那么还来医院找我做什么？跟我去艾灸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一听这话，家属们炸了，一顿狂输出。你什么态度啊？我们花钱住院就该享受医疗服务，我们找你调理，给你机会赚钱，你竟然蹬鼻子上脸！群里的消息在不断刷屏，此时的压抑着心中的怒火，深吸一口气，语气极致卑微地说道：各位家属，发泄情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请将精力集中在患者身上，我会竭尽全力帮助患者，尽可能保证他们健康出院。然而接下来韩征的妻子一句话，瞬间让我破防。就在我耐心平复患者家属的愤怒之际，韩征的妻子一句话，瞬间让我破防了。你不会是想先拖患者病情加重，再出手治疗，显示你的医术水平吧？我正欲在群里开口反驳，病房里的韩征突然大声跑过来质问我：叶大夫，
我们住院时间越长，吃药越多，你的奖金是不是就越高？我被他们这一句句诽谤搞得脑子一片空白。幸好我们举报到了院里，否则我们这些病人不知道要被你祸害成什么样呢。环视四周，其他病患与家属脸上露出不屑、鄙夷的表情。当初明明是他们求着来找我看病，现在治疗效果略见成效。在我被恶意投诉后，他们竟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句公道话，甚至也觉得我是黑心中医。我无奈吐出一口气，转身离开病房。后面传出欢呼的闲言碎语：“什么神医啊？我看就是个沽名钓誉的臭郎中。吃中药还得住院，前所未有过。我想回家。”他医生黑起来比资本家更狠，看到他开的药，竟是一些价格贵、效果差的药。这一晚我几乎没睡着。医院很快罢免了我的主任职位，并更换了主治医生。新的主治医生住在医院员工宿舍，能做到24小时都在医院。患者家属们在群里欢呼雀跃。我与赵医生交接完工作后，就被韩太太给踢出群。紧接着，我跟医院提出了辞职。谁知道领导当即沉下了脸：“叶大夫，你这反应太大了。就算这件事你没错，有必要用离职威胁医院吗？哪个当医生的不受委屈？说句难听的，就算家属把你打了，那也得忍着。”我无奈地笑了笑。我是来治病的，不是来当沙包的。说完，我潇洒地转身离去。走的时候，病患在病房庆祝我的离职，我暗自窃喜。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有你们哭的那天。果然，在我离开半个月后就出事了。辞职后，我先休息了一段时间，好好治疗我的颈椎和腰部问题。刷朋友圈时，看几个病人家属都发了动态。事实证明，赵医生医术更高明，我老公今天状况更好了。什么神医啊？就是沽名钓誉敛金的噱头，就会吃人血馒头，就差指名道姓把我名字说出来了。可他们不知道赵医生是沿用我的治疗方案。赵医生是学院派，实践经验不足，架不住人家背景强大，会搞人际关系。担忧几个重疾患者时好时坏，时常要调整药剂。赵医生能知道什么水准，那就要他自己的能力了。休息半个月后，曾经想挖我的金龙堂邀我去当主治大夫。叶大夫，只要您肯来，啥要求你尽管提，保证不干预您的治疗方法，其他全部交给我们。您的薪水是原来医院的3倍，而且不需要天天待命，上班时间您自己定。好中医难求啊，尤其是你这种基础扎实、经验丰富的良医。金龙堂的老板办中医诊所不完全是为了盈利，更多是热爱与传承，还有照顾家人健康。而现在医疗有些本末倒置，变成一门生意。我进入金龙堂的工作群后，同事非常欢迎我，没想到还有患者跟我打招呼：“人民医院的叶大夫吗？之前我想挂你的号，怎么都抢不到。我有亲戚找你看过病，高血压都是你治好的。听朋友来金龙堂的，本来还担心这里中医水平不行，没想到有您叶大夫，心里顿时踏实多了。”我笑着一一回应：“谢谢大家的肯定，我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。在医疗方面有什么问题，可以随时找我沟通。”因气氛融洽，我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。至于人民医院中医科那边，似乎不是很顺利。赵大夫上任还不到1个月，突然被家属投诉，理由却是相当扯。医生不接电话，梁护士告诉我时，声音气到发抖。就因为没接电话，家属跑到赵大夫的办公室，抽了他一耳光。闻言我一惊，居然还动手了。赵大夫那时在开会，家属打电话原因很离谱，只因他们查了网上说这中药有毒。听到这，我点了点头。那是那群家属能干出来的事。当初他们要求我24小时开机，微信在线，时不时大晚上发微信给我，稍微有点症状就要问我怎么回事。有的家属甚至问我中药会不会中毒，还教我治病，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方子让我看。后续我懒得重复解释，他们忽然转变态度，背地里投诉我，而打人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韩征的妻子。好端端的看诊，莫名其妙被人抽一大耳光，赵大夫哪里受得了，直接撂挑子不干了。我好奇地问道：“医院态度呢？赵大夫嘴甜，还有背景呢。”说起这个，梁护士更加生气，还是那套说辞，让他反思自己的问题。赵大夫虽然看病水平一般，沟通能力可不差，还闹成这样，多恐怖！我们科室本来就不受医院重视，现在病患这么一闹，怕是要散架了。赵大夫挨巴掌的事情，最后已将他调到2院结束，直到最后，韩征妻子都没向他道歉，连着换了2个主治大夫，中医科已经没人敢接收他们，最后只能无奈转移到西医科室。听到要加钱，他们再次闹到了院长那里。转到西医科后，看到高昂的缴费单，韩征夫妇不干了，再次闹到了院长那。无奈院长只得把他们硬安排回了中医科。而更让医院头疼的是，那些病患情况开始恶化。梁护士跟我吐槽：“你一走，中医科没了主心骨，我们这边的中医都齐上阵，都没能解决住院的中医患者，哪个不是疑难杂症？再这么闹下去，中医科怕是要关门了。”其实这个结果，我走的时候就预料到了。对付重疾，中医讲究因人而异，对症下药，与西医路数完全不同。眼下患者的病情严重了，家属们接受不了，又开始闹医院，要求换主治大夫。你们可是3甲医院，听说你们中医科擅长保守治疗，我们都来回跑这么多趟，病情没有好转。这都什么垃圾大夫，是空想的吧？不会治病就趁早滚蛋，别误人性命。老中医看了几10年病，从来没遇见过这么蛮不讲理的极品家属，差点气冲风。这病我是治不了，你们另请高明吧。这下好了，仅存的老中医走后，再没人愿意面对这群奇葩的患者与家属，眼看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，那群家属又想起了我。实在不行，还是叫叶大夫回来，他在的时候，我丈夫的病有好转。得到这群患者家属的肯定后，韩征的妻子拨通了我的电话。我跟医院反映过了，决定还是让你回来。闻言，我直接笑了。您是哪位啊？
听到韩正妻子大言不惭的话语，我直接笑了。你是哪位啊？算了算了，不管你是谁，我都已经辞职了，在别的地方工作了。谁知电话那头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口吻。辞职可以返聘啊，在外面能比得上体制内吗？我知道你在一家名叫金龙堂的小诊所，一个不起眼的小作坊。这句话听得我眉头一皱。不好意思，我就喜欢小作坊。退一万步，医院就算请我回去，我也不会再治疗你们。怎料韩正的妻子直接急了。你可是医生，心胸这么狭隘吗？就算我们投诉过你，我都退让一步了，面子里子都给了你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我隐约听到那边的嘈杂声。我们是他接收的病人，他怎么能对我们不管不顾呢？小诊所给的多呗，还不是为了钱，有什么医德啊？他真蠢，连台阶都不下，留在小作坊打工，有啥出息？直到现在，这群病患家属依然不觉得自己有错，还想要利用道德绑架逼迫我回去。见状，我直接对了回去。人的话我能治，但是畜生我治不了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。经过我救治患者的口口相传，有越来越多的疑难杂症的患者进入了金龙堂。我与诊所里的中医一块交流学习，巩固知识，授之以渔。结果，金龙堂的中医大夫们医术突飞猛进，更多的患者得到了救治。一时间，金龙堂门庭若市，老板非常高兴。就在打算大肆庆祝一番之时，我接到梁护士的爆料：天道有轮回啊，患者家属造反了。梁护士发来了视频，场面十分壮观。只见韩正的老婆带头，几十个家属冲到院长的办公室，厉声质问院长：你这个院长是怎么当的？这病怎么越治越严重？起初进来时还好好的，现在吃了几回药，状况越来越差。我去做了检查，病情非但没有好转，连血压也上来了。到底怎么解决？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币圈人在后面帮着附和：对，我们可是冲着你们医院头衔来的。院长的脸憋得通红，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各位家属，我知道你们很着急，所以安排你们转西医科室。中医科最厉害的大夫本就是叶大夫，不是被你们投诉走了吗？谁知韩正老婆啐了一口：放屁！这是体制内，我们有什么本事让他走？分明是你让他走的。是啊，你得想办法把人给治好，否则这事没完。大家义愤填膺，不知是谁推了一下，场面瞬间混乱。院长终于忍不住了，大声喊道：报警！报警！这次医患矛盾闹得极大，警察调查过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发现每个医生都尽到了责任。事实证明，由于家属干预胡乱投诉，导致患者病情恶化。几个家属后悔到崩溃大哭。眼下医院与患者的关系僵持住了。在中医科治病的人不想走西医治疗，西医医生也不想掺和，怕引火烧身。换过几个大夫，患者明显感受到还是刚入院治疗有效果。有患者不耐受西药，各种过敏，只能采取中医保守治疗。情况虽然可怜，但我觉得并不值得同情。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金龙堂门口突然涌进来一批家属。金龙堂门口突然出现的患者家属让我一时有些头大。叶大夫，你赶快回来吧！当初是我们不对，不该投诉你，更不该赶你走。我们跟你道歉，是我们错了。可是病人不能等，您是医生，菩萨心肠，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所有人一改之前的傲慢，目光恳切地望着我，跟当初痛骂我的仿佛不是同一批人。见状，我皱了皱眉，冷漠地回应道：我现在已经不是人民医院的医生，请不要打扰我的工作。只见韩正的妻子提起2大袋东西挤到前面，一脸陪笑：叶大夫，您宰相肚里能撑船，过去的事就翻篇了吧？金龙堂这么小的地方，您待在这里太屈才了。再说了，您在这里工作不就是图钱吗？这样，我们家属共同商议，只要你同意回医院，手续不成问题。只要您能治好我丈夫，花多少钱都没关系，我还给您包奖金。闻言，我苦笑一声，紧接着叫了保安。韩正的妻子急得大喊：叶大夫，医者仁心，我们本来就是冲着你来的，现在他的情况危急，再不救的话是会出人命的。对此我冷哼一声，当初是他们没事找事赶走我，现在火烧眉头了，反倒成了我的责任。我淡定的开口：是你当初说我开药有毒，怕毒死你老公，要医院开除我，怎么病情恶化了，反过来又来找我负责？都怪我们不明白什么药物相生相克的道理，您别往心里去。之前是我不对，不该怀疑您，我给您道歉，成不？对此我戏谑的调侃道：我不顾病人死活做艾灸，仗着有采购权乱给你们开药，不是以权谋私的江湖骗子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对比过草药价钱，发现根本没有利润空间，几乎原价转卖。像您这样有医德有良心的医生不多了，前阵子还有人恶炒中药价格呢。一群家属一脸谄媚地拍着我的马屁。当初是我们眼拙嘴贱，误会了您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原谅我们吧。我闻言满意点点头。你们的骚操作的确离谱，给我生活工作造成很大的伤害。如今看在你们态度诚恳，道歉我收下了。家属们以为我接受了同意他们的提议，面露喜色。然而我接下来的话让直接炸了。既然大家歉也道了，我也接受了，那就请回吧，我还要为病人看病。听到我没有要回去的意思，家属们直接懵了。叶大夫，你不跟我们回人民医院吗？我点了点头，调侃道：我是这里一名小小的大夫，我才能有限，虽能治病，却救不了命。说完，给了保安一个眼神，将他们驱赶了出去。此时的家属们气急败坏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，转头咒骂起了我。见于事无补了，家属们开始了相互谩骂，相互责备。韩太太，看你干的好事，要是叶大夫继续当我家的主治医生，我老公早出院了。大夫能治好病人就行了，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
又不是在上班的时候去。我老婆西药不耐受，上次检查的时候还说癌细胞扩散，被耽误治疗，都是你害的。见所有人的枪口都对着自己，韩征的妻子气得直跺脚，扯着嗓子骂道：“发什么神经？当初你们可没少骂他，说他脸冷话少，现在却怪我，就怪你起头的。是你带头说叶大夫没医德，也是你第一个投诉，污蔑人家吃回扣，逼走大夫。你老公有钱可以找别的大夫，我们呢都被你连累当枪使。要是我老婆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，疯婆子！”吵着吵着，他们还动打了起来。这一下，连警察都出动了，将他们全部带走。我找了老板，说出了我的顾虑。我担心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，会给金龙堂带来不好的影响。谁知老板比我考虑周全。我已经搜集到了那些奇葩患者的名单，坚决不给他们在金龙堂挂号。而且我非常认同你的观点，大夫治得了病救不了命，更何况有些人只是披着人皮的白眼狼。看到老板如此支持我心中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对每一个来诊所的病人尽职尽责。然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金龙堂就接到举报，整个诊所都要接受调查。这次接到的是匿名举报，指控金龙堂非法兜售中药，说我不按照药典配药，大用生附子与半夏等等毒药，为了患者的健康，要求金龙堂解聘我，并对我进行刑事调查。这种恶毒的行为，不用想也知道是谁。老板拍着胸脯对我保证：“叶大夫，你放心，这种抹黑中医的举动，我见怪不怪了。卫生局那边谁不知道你的大名？我们中医协会早联名好，坚决维护中医净土，和你坚定站在一起。”我感动的点头，并主动配合卫生局接受调查。每个处方我都能说出原因与药效。金龙堂的患者与患者家属不知道从哪里知道这件事，十分生气。叶大夫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把抹黑您的畜生揪出来。有人就是见不得我们有便宜的好中医，要不是你，我去医院治病，不花个上万块都出不来。是啊，因为你金龙堂看病效率都提高了，80%是妒忌你，要污蔑你。叶大夫，请您放心，你保护病人，我们保护你，绝对不寒了大夫的医者仁心。听到这些，我也不禁红了眼眶，证明我的热爱与坚持是对的。在金龙堂中，与同事、患者家属相处都很融洽。患者很多是农村人，知道我喜欢自然生长的农作物，他们每次来都会带点自家种的农产品，那些应季菜果吃起来特别香。一点小心意，需要随时打电话给我，我给你送。想到他们这群可爱的人，我更加用心提高医术，致力于让这群人花最少钱看上病。一天，我刚看完一个病人，杜杰的老公出现在我面前，求求你救救我妻子吧！杜杰的老公站在我面前，哭得像个小孩。叶大夫，是我被猪油蒙了心，相信了韩征夫妻的鬼话，赚那点昧心钱。他们是故意针对你下的套，目的就是要搞垮中医科。听闻此言，我一脸震惊。见我明显毫不知情的样子，杜杰老公娓娓道来：韩征家是开制药公司的，主要生产各种药剂。如今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医，大家都知道中医看病费用便宜，一个感冒进医院没大几百下不来，遇见好中医几十块就能搞定。可中医靠的是中药，韩家的制药公司没办法弄垄断。我不可置信地望着他，似乎发生的一切变得说得通了。韩征正好有严重的胃病，来找我治疗的同时，想尽办法搞事情。因为我是中医科的负责人，掌控中药的采购权。他们公司的医药代表好几次找我谈，我以他们中药质量太差拒绝。而让韩征自己没想到的是，韩征根本不相信中医，压根没有吃我开的药，转身跑去做了切除手术。刚进医院时160斤，现在瘦了一半。上周一检查，因病灶未切除完全，其他地方又发生了病变。韩征慌了，又想起我来。这时，杜杰的老公继续哀求：我们是一时糊涂才会相信他的鬼话，我媳妇吃了你开的药，真的有好转，只是这段时间拖拖拉拉，他是好是坏，求您救救我老婆吧。说着，他就要跪下求我，我一把将他扶起来，心中产生了一丝疑虑。如果我开了这个先例，后续恐怕会跟人民医院牵扯不清。杜杰老公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，我跟我妻子商量好了，相信您，无论结果怎么样，我们都认。我们可以写保证书，绝对不给您和诊所添麻烦。说着就要起手发誓，我摆了摆手，示意他放下。你回去等消息吧，我要跟老板商量一下。见我这样为难，老板直接笑了。早想到你肯定会心软，治疗手续我准备好了，保证万无一失，你放手去干吧。随着我的松口，原来那些患者都一股脑的涌来。更令我惊讶的是，梁护士辞掉了医院的工作，应聘我的助手。中医科没了你，死气沉沉的，天天被患者投诉，大夫看病都成问题。我这么年轻，还喜欢中医，当然得来找好大夫偷师，不说悬壶济世，至少做个传承中医的小火苗。闻言我笑了，随即意识到他话里的问题。怎么还有投诉？投诉人还是韩征的妻子，她把中医科搞得乌烟瘴气，骂中医耽误了她老公的治疗。幸好有证人看到她根本没吃药，老公现在半死不活，几乎不能吃东西。看来恶人自有天收啊，天道有轮回。梁护士说到这里非常解气，对此我无奈地叹了口气。人真是最坏的动物，为了赚钱不惜拿自己的身体做局。无论中医还是西医，只要能治好病就是好方法，为什么非得比较优劣与长短呢？让医生好好治病，回归本职才是正道。